这位经济拮据的年轻人在街边小摊上，仅仅花费了区数十元。那位卖勺的老妪向他保证，此勺乃是天宫中王母娘娘的遗物，使用此勺在富户人家用餐3次，便能将自己的贫穷境遇与那富家子弟的身份进行交换。年轻人竟深信不疑老妪所言，因为贫困已让他心生畏惧，校园生活中不断遭受富裕同学的嘲弄，家庭中又无法忍受父母的无能为力，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购得这把勺子，他便直奔同学中最富有的泰永家而去。那儿有一片宏伟的庄园，乃至于需坐班车从大门穿行至豪宅。据说泰永的父亲是韩国最富有的商人，那个贫穷的孩子名叫成天。今日正值泰永家举行的盛大聚会，众多同学受邀至其家中共餐。虽然成天并未入邀，但为了转变命运，他仍然不顾羞耻的敷衍，向管家谎称是泰永邀请的客人。管家便引他步入客厅。成天的出现让所有人都颇感惊讶，这里本不是穷人出入之所。其中一位名为禽兽的同学经常欺凌成天，禽兽拿出一张纸币递给成天，戏谑的说来讨饭的也得有份。禽兽命成天拿着钱币，模仿狗叫几声再离去，这是对成天公然的侮辱。泰永及时出面制止了禽兽的无礼，他提议待用过餐再做打算。管家不久即摆上了满桌珍馐美味，每位宾客前均放有精致餐勺。然而在给成天递勺之际，禽兽拦下了仆人，嘲弄说穷人不配用金器，命仆人为成天换取平凡的不锈钢餐具。泰永面带微笑，示意众人开席享用。成天却依旧使用着自己的金勺，大快朵颐地品尝着佳肴。突然间，他惊奇地发现勺中竟闪烁着金光。而就在这时，那位老奶奶透过水晶球窥视着这一切。成天便用金勺进食，餐毕归家，恰遇讨债的黑帮成员，其父负债高达4亿韩元，家境贫寒，一文不名。成天对父母心生怨恨，归咎家贫于父母无能。成天渴望逆转命运，深信老妪之言，为重返泰永家用餐，成天刻意拉近与泰永的关系。见泰永正头疼投资报告，此乃其父所托。泰永对理财毫无兴趣，成天自告奋勇，精通此道。成天协助完成了报告，泰永当晚将报告展示给父亲，父亲大为满意，称赞儿子进步显著。泰永从此常求成天做报告，报酬牢牢。成天持报告至泰永家，假称饥饿，请求泡面，泰永却是大排筵席。成天再度取出金勺，正当准备用餐，泰永父亲到访，目睹成天，颇感惊诧，并当场提及成天。泰永急忙催成天离开，成天不愿放弃此机。仆人欲倾倒食物之际，他又次奔回餐桌，金勺助其匆匆用餐，未及完食，泰永父再临，成天匆忙告辞，忘却金勺。泰永父将勺还于成天，警告勿再来此。因泰永不交如成天般乞丐朋友，成天握勺离场。成天去后，泰永府震怒，因悉近期报告皆成天所做，泰永心中对父亲充满深深的恐惧与不安。他满怀忐忑地向父亲恳求宽恕与理解。父亲温柔地告诉他，他的心地太过温柔善良。随后，父亲缓缓地递给他一把闪耀着光芒的刀子。阳光再次升起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泰永与慈爱的母亲一同步入了学校的大门。随后，他们也将成天从日常的生活中召唤至此。泰永紧张地声称自己不断受到成天的威胁与恐吓。他紧接着展示出了一系列详尽的交易流水记录，坚称这些都是成天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的直接证据。泰永的母亲坚定地要求学校采取行动，将成天开除出校。在这一连串事件面前，成天的父亲无奈地跪了下来。成天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他的拳头不自觉地握得紧紧的，困惑着泰永为何要这样对待他。夜幕悄然降临，覆盖了整个小镇。成天毅然决然地冲进了泰永温馨的家中，他含着最后一线希望，请求泰永的父亲给予机会，恳求能在这里共享一顿温馨的晚餐，并承诺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泰永的父亲被这个小孩的举动和言语所打动，感到十分有趣，于是微笑着同意了他的小小请求。成天心中再次燃起一把赌的火焰，他赌上所有，相信那位慈祥的老奶奶没有对他说谎。现在距离成功只剩下最后一步的距离，只要能坐下来吃完这顿晚餐，他就能实现与泰永身份互换的愿望。成天紧紧握着手中的勺子，决心已定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中对于泰永再没有任何愧疚之情，因为就在今天，在学校里，泰永不仅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诬陷，甚至在刚才还差点让他再次丧命。成天起初希望借助录音的方式，迫使泰永坦白自己的诬陷行为，却没想到泰永居然发现了他的计谋，并且试图夺走他的手机。在一番挣扎中，泰永不慎将他推向了悬崖边缘。尽管泰永并无杀意，甚至在关键时刻试图挽救，但最终成天还是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河中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命运强大无比，被湍急的河流恰好冲至泰永家的附近。成天握着闪耀着光芒的金色勺子，他开始狼吞虎咽的狂食，仿佛这是他最后的晚餐。勺子突然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，照亮了整个餐桌。成天急忙检查自己的衣着，期待着变化的出现。可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任何预期的转变，心中萌生了被欺骗的疑虑。此时的泰永正沿着街道急匆匆地走着，他的心急如焚，只想快速赶往河边，去营救刚刚失足的成天。而在那一刻，泰永忽然感到一阵眩晕袭来，让他几乎站立不稳，失去意识，倒地不醒。成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泰永的父亲，手握着闪耀的精致勺子，他的窘迫似乎能够凿出一个家。接着，他准备起身离去。这时，一位女孩突然闯入，毫不犹豫地给了成天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他追问他为何无端指责成天。这位女孩原来是泰永的未婚妻，名叫朱熹。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，
她不仅是程天的密友，朱熹刚好刚从海外归来，她身为富家女，却拥有端正的价值观。为了不依赖家族财富，她通过自己的职业赚取生活费，因此在便利店与程天结成了友谊。同时，她也对程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产生了好感。当得知程天今天被泰勇诬陷，她满腔怒火冲进泰勇的家，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打了泰勇一巴掌。程天常在学校遭受欺凌，屡次面临羞辱，但这一次他感到异常的舒畅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收获了一个富有的守护者。他不可思议地与泰勇交换了生活。泰勇的父亲和黄会长缓步走来，令程天感到非常困惑的是，自己的外貌并未变成泰勇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突然，几位警官出现，他们声称有人告发泰勇，将程天推入河中。黄会长只是手下召唤律师，随后程天与律师一起走进了警局。警方展示了泰勇推程天入河的录像。程天注视着视频中的画面，他终于理解了一切。他并没有变成泰勇的样子，两人不只是交换了身份，甚至连外表也互换了。泰勇过去的所有照片和视频，还有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记忆，在他们眼中，泰勇就是程天现在的样子。程天完成了笔录，他正打算离开，突然他看到父母和姐姐也在这里，他们急切地寻找着程天的下落。母亲紧紧地握住了他，他询问程天的下落，是否真的遭到了推河的命运。律师急忙带他离开。他们刚走出大门，警方向程天的父母告知，已经找到程天。父母急忙赶往医院，此刻变作程天模样的泰勇慢慢睁开了双眼，家人围绕着他，泪流满面地欢呼起来。不久之后，程天一抵达医院，他对泰勇感到内疚，不单是将自己无钱的父母留给他，还夺去了他富有的父亲。他在医院里寻找良久，却未找到泰勇的踪迹，而泰勇同样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被称作自己的名字。姐姐走近，他问泰勇是否大脑受损，是否需要做脑部 B 超检查。程天随后返回泰勇的家，这里不只有私人保镖、女佣随处可见，还设有豪华酒吧。程天搜索许久，仍未找到泰勇的卧房。他随意走进一个房间，泰勇的母亲正在自我陶醉。程天称呼她为妈，因为泰勇向来叫她妈妈。转身即将离开，母亲叫停了他，并质疑他是否真的是泰勇，为何今日如此彬彬有礼。程天担心露出破绽，毕竟他刚刚用金勺与泰勇交换了生活。泰勇通常叫父母为爸爸妈妈，这是财富之家的称呼习惯，在韩国只有不富裕者才称呼为爸妈。程天连忙编造借口，急忙离开了那个房间。然后他找到了泰勇的卧室，这间房间可用奢华无比来形容，连衣物都是一次性的高端品牌，名贵手表陈列的专柜中，目睹四周摆满了泰勇的相框，而那些画中人已经变作了自己的面容。程天取出那把金勺，数字30赫然在目，他恍然大悟，回想起卖勺的老妇人的话，提到身份互换满30日，将有机会再次交换回来。随后他呼唤泰勇的贴身保镖，命其搜集泰勇所有熟人的信息。他还称呼保镖为大叔，这出乎保镖的意料，因为泰勇向来只称呼他为哥。这些车辆皆是富豪专用，泰勇的座驾始终居首位，显然他现在是学校里最富有的学生。当程天走下车，所有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眼神。进入教室，他本能地走向自己过往的座位。程天不得不坐在泰勇的位子上。突然有同学传达校长和班主任的召唤，要求泰勇前往办公室。他抵达后，被校长等人严厉斥责，指穷人不配身处此校。两人对他毕恭毕敬，毕竟他们眼中的泰勇是韩国首富之子。这使程天极为愤怒，他揭露昨日退学事件实为自己陷害，并宣称程天无辜，一切过错都在自己身上。程天训斥他们一通后离开，校长和班主任错愕不已。这时禽兽在学校一隅正欺凌一名同学，当他正要动手，程天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耳光。如今他就是泰勇，禽兽对他畏惧不已。曾经的程天是禽兽的欺凌对象，只需心情稍差就会以程天撒气。现在程天的报复时刻到来，他对禽兽展开了痛快淋漓的报复。程天夜归，家中灯火通明，父母早已备好晚餐，静候他的归来。黄会长以其坚守原则而著称，掌管着9星集团，身家逾500兆韩币，在国家财经界独树一帜。他对待泰勇甚是严苛，生活中一切皆要求严格守时。泰勇此刻却在程天的家中安睡，父亲不解其缘由，询问之，泰勇心乱如麻，仿佛中央处理器过热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往昔习性。他对那富裕之家心生厌恶，因为失去了亲生母亲，继母的百般刁难，父亲的冷漠苛刻，连心爱漫画也只能偷偷欣赏。在这里他得以畅所欲观。母亲煮好了辣白菜汤，他不自觉地质疑此餐是否适合食用，尝试着品尝一口后，他边吃边傻笑，心中欢喜。突然访客来临，西装革履之人手捧重礼，这些都是程天的安排。他购买了诸多奢侈品，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家人生活品质，另一方面他对泰勇怀有愧疚，因为篡夺了他的少爷身份，夺走了他的富有之父，将他置于一贫如洗的家庭。姐姐眼前的名牌包引人注目，但母亲坚持要将这些物品退还。泰勇对此更是不屑一顾，他亦决意退回这些财物。言罢，泰勇便奔赴学校。一到校园，便利店老板催他去工作，泰勇却记忆模糊，自问是否真曾在便利店打工。他努力回想程天工作时的情景，而程天的面孔突然化为泰勇的面容。正当他与朱熹交谈间，禽兽携带手下到来，遭到泰勇的嘲讽。他决定向程天发泄积怨，禽兽将泰勇带至其家，准备在此对他施以折磨。尽管泰勇暂居程天身份，却仍流露出昔日少爷的风范。
环视禽兽室内的装饰品。禽兽之父拥有军界的高位，泰勇优雅地落坐于沙发，提出即将离去归家。禽兽忍无可忍，紧握拳头，对泰勇痛下杀手。冲突中，他们边斗边拍摄。此刻，成天接到紧急来电，得知泰勇遭禽兽带走，并面临危险。成天急忙冲向禽兽的住所，不久便抵达现场。他内心深感愧疚于泰勇，若非身份互换，受辱者本是他。成天借助其富二代身份，夺取禽兽家中的猎枪，一举将禽兽下跪。成天近距离开枪，仅为警示，随后前往黄会长的企业，坦白自己引发的麻烦给泰勇支付。话音未落，黄会长接到禽兽父亲的紧急来电。黄会长通话后表明，将事件的处理全交由成天。他注意到儿子的转变，旧日的泰勇遇事会惊慌求助，而今变得沉着冷静。当下禽兽躺在医院中，父母守候在侧。成天不久到达，向他们解释所开之枪实为空包弹，指出禽兽长期霸凌一名贫穷少年，利用手中之枪恐吓及施暴。他还提醒，按韩国法律，私藏枪械属非法行为，即便身处军界高位也不能豁免。面对黄会长的威严，禽兽一家心生畏惧。成天微笑轻松氛围，保证禽兽医疗费全免，因为医院属于黄会长所有。成天告辞后便离去。泰勇等待着，从未遭受过这般打击。泰勇惊恐地颤抖着，简直毫不费力。成天的到来让他眼前一亮。泰勇询问成天帮助的理由，话毕，成天示意泰勇上车，承诺将他安全送回。抵达目的地后，成天面对家中又现暴力讨债，眼见父亲跪求黑帮老大，成天满腔羞愧，转身离开。次日，成天直闯黑帮办公室，命令保镖严惩这帮恶徒。这位特种兵出身的保镖轻松制服了对手。成天展示了黑帮的罪行证据，让他们无条件屈服。成天命令他们停止催债，并且向受害家庭道歉。吩咐完毕，成天又一次告辞。在首尔黄金地段置业所需的资金，保镖估计30亿厅，约需20亿韩元。成天计划购置房产作为对父母的补偿。翌日，黑帮老大出现在成天家，向成天父母跪地认错。父母困惑且感到突如其来的礼遇。黑帮未透露具体原因，只承诺不再纠缠债务。恰逢成天庆生之际，黄会长为其举办盛大派对。成天把握机会宣布自己投资股市，收益已翻数百倍，令黄会长欣喜不已。儿子出人意料的投资才能，与过去的泰勇截然不同。不久，泰勇和朱熹也来到派对，尽管同是他的生日，却连生日蛋糕都未能品尝。泰勇的仪态举止让朱熹感到意外，邀请成天演奏钢琴，提及那首每年生日必弹的旋律。成天一头雾水，身份虽与泰勇互换，才华未曾互通。同伴热情牵引他向钢琴走去，尚未抵达，泰勇已主动入座，他竟然开始弹奏。观众目瞪口呆，怎料这贫穷少年竟能弹奏如此高雅之音，且恰是泰勇生日时的那曲。演奏落幕，自问如何会弹琴，泰勇的继母更是惊讶。他知晓，因他本是专业钢琴导师，泰勇的钢琴技艺出自他手。然而贫穷少年的演奏何以与泰勇如出一辙，连错音都未插好里。泰勇找到成天，表达感激之情，以琴声庆祝成天生日。成天走进便利店，看到朱熹仍在此工作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或许这是身份交换的代价，毕竟朱熹是泰勇的未婚妻。泰勇对朱熹情深，朱熹却对他无动于衷，反倒钟情于贫穷的成天。成天亦倾心朱熹，但身份互换后，宛若将朱熹让与泰勇。他欲离去之际，突见便利店门前一大叔，大叔盯着朱熹离去，悄然跟随。朱熹步伐加快，至拐角处，欲确认大叔是否尾随。此时成天刚好抵达，听见前方动静，便前去查探。大叔察觉有人接近，急忙逃离。成天怀揣着紧迫感，想要将那个人稳稳地抓在手中，但事与愿违，他的目标仍旧灵巧地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。在困惑中，他向朱熹提出疑问，期望得知那位让人费解的大叔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这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，都起因于一块普通的手表。那个大叔的女儿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偷取了属于朱熹的手表。正因为朱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财阀家庭，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学校对大叔女儿的无情裁决，直接做出了开除的处理。在那件事发生后不久，悲剧接踵而至。大叔的女儿娜拉遭遇了疾病的折磨，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。在悲痛和愤怒中，大叔将这一系列的不幸全都视为是朱熹引起的，将愤怒倾泻在了他的身上。因此他一再策划着对朱熹的报复，但他们都未曾意识到，有关娜拉的死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加复杂的真相。如果说得更加明确些，事实上娜拉并没有如表面上那样死去。成天在学校有一个名叫如真的同学，她实际上就是那个已经去世的大叔的女儿。原来娜拉对她的父亲有着深深的排斥，这种反感主要来自于她的贫穷和生活的窘迫。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她遇到了一位卖艺的老奶奶，老奶奶慷慨地赠予她一把代表希望的金勺子。娜拉手握这把金色的勺子，带着一丝期待走进了如真温暖的家中。由于如真的家庭条件优越，她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娜拉在这里享受了一顿丰盛而温馨的晚餐。在共享美好晚餐的过程中，娜拉和如真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协议，互换了彼此的身份。如真本就身体羸弱，加之骤然陷入一个贫瘠的家庭环境，而大叔家中因为财政困难，无力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，他们的身份刚刚互换。尽管如今的家庭条件富裕，生活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提升，但这一切对娜拉来说依然不够。她的野心不止于此，她梦想着能够嫁给魅力十足的泰勇。
凭借他们的力量，两人足以主宰宇宙。得知这些，成天开始厌恶这位女性。尽管都是金勺子扭转了命运，然而娜拉极尽狂妄，她竟取了一条生命，何况她已钟情他人。朱熹是成天心中所爱。那日，成天在归途中，老板正对父亲拳脚相加，他上前制止了老板，随后询问父亲为何在此工作，难道不是要追逐梦想吗？父亲没认出来面前是自己儿子，还以为他是个富家子弟。听成天这样说，他误以为是儿子的吩咐，他说自己是来挣钱的。父亲感到哑然失笑，这孩子究竟怎么了？成天说完便转身离去，嘱咐不要告诉成天他打工的事。成天心里无比心痛，他承诺不会透露，然后就离开了那里。当成天回家时，发现家中多了一位访客，此人似乎与泰勇颇为熟络。他质问为何不打个招呼，原来这人是继母的弟弟楚生。他刚从美国归来，他还不了解泰勇的过去，以及与这位舅舅的往事。饭后，楚生走进成天的房间，突然掐住了成天的喉咙。泰勇曾在美国与这位舅舅共同生活，显然他们之间发生过不少事。这天，成天置办了一套住房，他希望让贫困的家人搬进来，但以泰勇的身份，直接赠与难以接受。于是他让保镖联系姐姐，告知他有套房子可住，目前无人居住，希望他们全家搬进去享受免费住宿。姐姐抵家便向父母透露了此事。泰勇察觉到保镖的来意，他抵达学校之时，泰勇误以为成天赠房是为了换取他退让朱熹，若要你舍弃亲人，成就韩国顶尖的富二代地位。有人递给泰勇一部新手机，接听来电，泰勇才得知父亲出了意外，一名工人不慎从高处坠下，砸毁了老板的豪车，工人送往医院接受救治。尽管是老板支付了医疗费，但老板索赔1亿因车损。成天与泰勇同赴医院，他们心急如焚。成天深感内疚，父亲的急速赚钱全因自己。目睹父亲紧急送入抢救室，成天此刻痛悔无比。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抛弃招致祸端，天罚阴治是神明的惩戒。成天急寻卖勺子的老妪，他渴望恢复原先的身份，或许这是救父亲生命的唯一途径。老妪接过勺子施以法力，将勺子重新交还成天，并告知只需归家，便能恢复原本的身份。成天踏入了往昔的家门，他狼吞虎咽的进食，恰逢姐姐归来，显然他已经取回了自己的身份。泰勇有点懵逼，成天泪如雨下，姐姐误以为是因父亲的事故而哭。此时泰勇独自行走在街头，手握着一双平价袜子，本意是选购给母亲的，但在成天身份转换之后，他再度回归为真正的泰勇。他困惑不解，为何自己会握着这双廉价袜子？父亲苏醒，家人泪流满面。次晨，泰勇从睡梦中醒来，重返那令他窒息的家庭。父亲质问他房产的购置，他猛然想起，成天的面容转瞬便做了他的。黄会长询问购房意图，是否为协助李成天一家？泰勇含糊其辞，诉说记忆模糊。父亲怒气冲冲，警告他与李成天家划清界限。医院里，泰勇声称医费已结，但资金哪里来？母亲与姐姐急得团团转，因为老板钱款若不偿还，利息日增300万。成天凝视那块昂贵手表，决定出手以解燃眉之急。典当行人却将他赶出，斥其手表为赝品。泰勇心知表值3亿，岂能是假？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泰勇所用的手表全被舅舅偷换为仿造品。成天想要找母亲，却听他通话要卖掉一颗肾。成天心急如焚，接过电话，痛斥来电者。成天愤怒填胸，难以置信母亲竟要卖器官为钱，但他已非泰勇，无法轻易解决危机。成天为1亿挠头，朱熹欲求父亲援助成天，父亲却明白女儿意图。很快1个月过去了，令他断绝与那贫穷少年的往来，因他是泰勇的未婚妻。朱熹陷入无奈，售出了他的设计师手袋，意图用以解成天之急。忽见如真拦截成天，朱熹急忙隐匿。如真亦出资1亿相助，他察觉成天恢复了本来面目。成天收下这笔钱，深表谢意。如真注意到朱熹的存在，故作亲昵地拥抱成天。朱熹旁观，心绪纷繁。那日泰勇与同窗欢聚，成天却未现身。如真存心使成天前来接他，还向众人透露成天一家寄居于他家。如真临行前刻意搭成天臂弯，此举为朱熹所见。自成天重归故我之后，家中住所亦遭收回。如真遂邀成天一家居于其地库，并要其父母为他家仆役。他甚至使父亲羞辱成天父母。如真此行意在逼迫成天再度与泰勇交换身份，以便他将成天降服，成就韩国富豪之位。他行径愈发无度，却只得默默旁观。翌日，如真将他们一家赶出。成天决心不可再如此颠沛，必须用金勺子重新夺回身份。不仅买通了警局的人，以赋予父母美好生活。见女佣整理残羹，成天抓起半碗米饭便食。保安紧追至此，他已重登少爷之位。成天凝视金勺上数字，显示3650日，意味着这次他需要长久等待以复原身份。他自知此次惹下大祸，因为泰勇昨夜刚犯下命案，而受害者是成天女友之父。成天成了他人的替身，幸亏泰勇父亲的财力雄厚。现场勘查时，证据已被销毁，连朱熹家的监控也被抹去。黄会长亦使律师贿赂了涉案者，并指示仆人销毁泰勇昨晚的血衣。他们未曾预料，仆人因衣服昂贵，私下将其保留，欲于二手市场售出。成天身份刚刚更迭，尚未意识到自己成了嫌犯，戒心身份之变，为母亲店铺的老板所赞助，提供1000万现金助其安家，远观家人喜悦。成天自认其行当然，
后又使姐姐升职，成为店铺管理者，复仇的序幕由此拉开。程天决心对如真及其父报复，秘密调查揭露对方公司逃税证据，交由税务局处置。如真怒不可遏，明白这是程天的手笔，也知晓他与泰勇的身份互换。程天归家之际，警车骤至豪宅，警方出示证件，声称程天涉嫌谋杀，欲将其拘捕以便调查。车上却遭警方击昏，被蒙面带至不明地点，那里已有人等候。原是继母弟弟所策，意在吸纳程天入伙。这些都是韩国顶级富二代，共同筹建了名为阿米库斯的组织。该组织操纵股市，为富二代们谋取巨额利益。组织成员无人能及，其身份地位无可匹敌。程天立刻起身准备离开，楚生挡住了他的去路，邀他留下再饮一杯。程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，饮下杯中酒液，但不久之后感到一阵眩晕和头痛。楚生竟在酒中下了药。他质问程天是否有杀人之事，程天否认了杀人指控，并辩称自己并非泰勇，他是李承天。这番话令楚生迷惑，不解程天所言何意，疑惑药物是否失效。这一幕被旁观的如真看在眼里，他了解楚生与程天争夺黄会长家产的事。次日，如真找到了黄会长，告知昨日楚生安排人冒充警察，将程天以谋杀罪名带走。尽管只是恶作剧，却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给程天下药。黄会长听闻大怒，他原本让楚生入住，并提及可能继承家产，正是为了激发儿子的竞争欲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才处理完儿子涉嫌谋杀的事务，楚生却敢开此等玩笑。他怒冲楚生房间，手持棍棒对楚生进行了猛烈的打击。黄夫人见弟弟遭受攻击，急忙出手制止。这对兄妹向来心怀鬼胎，一直觊觎黄会长的财产，但黄会长能成为韩国首富，自非泛泛之辈。他早已洞悉妻子与小舅子的贪婪，他向妻子明言，财产最终将留给儿子，而不是他的弟弟，劝其早日放弃。翌日，程天才从保镖那得知，朱熹父亲去世当晚，自己曾逃出朱熹家，身上沾满了朱熹父亲的血迹。保镖告诉程天无需忧虑，黄会长已顺利处理事务。程天终于面对泰勇，向他猛力出手，追问他为何害死朱熹的父亲。泰勇却显得困惑不解。自从身份被程天替换，泰勇丧失了原本的记忆。程天深思后确信，泰勇的本性不会犯下杀戮，必有其他误会在其中。朱熹这时接到了电话，电话来自他家以前的家政。家政向朱熹透露，其父亡故当日，有人造访他们的家，可能就是该人杀害了他父亲。想要揭晓真相，需准备5亿现金。朱熹急忙筹集了现金，随后与泰勇赶往约定地点。家政正要与他们见面时，电话中透露，凶手正是黄会长之子，言犹在耳。家政即遭货车冲撞身亡。此刻黄会长接到电话，通话中表示已处理，显然是其指使撞死家政，他却未察觉。他的配偶及小舅子已取得了当日泰勇所穿之衣。黄会长原命令仆人销毁服装，不料仆人因衣昂贵而未烧。黄夫人发现后索取了衣物，楚生对衣物进行了鉴定，衣上血字属朱熹父亲无疑。楚生遂向黄会长展示证据，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。楚生以此要挟要求转移，要求黄会长将其子资产全部转入自己名下，还索取公司1/20股权，并要求交出黄会长之子。黄会长面临无奈，只得依照楚生要求行事。程天获悉即将被送出国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自己不幸背上泰勇的罪名，只得遵循黄会长的计划出国。他刚抵达机场，朱熹急忙前去寻找，看到了一个乞丐。他质问程天为何下此毒手，程天无言以对，事实难以明言。他坚信泰勇无罪，随护紧紧抓住朱熹。程天匆忙登上了飞机。10年转瞬即逝，泰勇开始了职场生涯。他漫步于街头，程天精心编排的一幕。他以花花公子自居，声名狼藉的富家子弟。程天是要夺回公司，众人仅知他在海外闯荡，不知他积累了巨额财富。程天强势归国，发起了复仇行动，瞄准的是舅舅楚生。程天归来即遭困境，黄会长对其深感失望。公司正逐渐落入楚生之手，原本留给子嗣的企业，如今儿子沦为无赖，即便传承与程天，董事会亦不会同意。黄会长决断冻结资金，使他在国内一筹莫展。朱熹得知程天回国，心存疑虑。朱熹屡次尝试接触，却遭到沉默对待，连那位曾愿吐露真相的管家也遭横祸。程天流落街头，他召唤泰勇，身穿破损的袜子。他询问泰勇的父母状况，泰勇不解其意，他浑然不知程天的富二代身份改变了两人的命运。现在他所谓的父母，正是程天的亲生父母，而黄会长才是他的血亲。泰勇心中充满困惑，自责于无才之困窘，误触财富后裔的逆鳞，面临天价索赔的诉讼，被索要100万巨款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屈辱，仅需一鞠躬，或许免于赔偿。泰勇迫不得已从命。这是程天身份未易之前的遗物，字迹透露着神秘长者之言，记载着传说中的金色池身份互换的奇缘。泰勇脑海电流急转，办公室里的紧张气氛，公司股价骤降引发震动，儿子的丑闻成为股市震荡之源。黄会长愤怒至极，坚信这是楚生的阴谋。楚生素喜揭秘程天的阴暗面，意图夺权企业的大计，却未料致使股市崩盘。楚生对此也感到困惑，未曾敢于触及自身权益，感知事态的异常，时间已不容回头。因这场风波乃程天自导自演，唯有让股价下跌以达目的。股市风云突变之际，神秘买家悄然出手，黄会长内心焦灼。一听股份被抢购，
他心中灵光一闪，那是成天刚返国之时。黄会长不禁释然微笑，推断是己之子所为的举动。公司迅速应对此变故，紧急召开股东会，提出了解雇楚生的议案，已晋升为公司执行理事，即将迈向副会长之位。楚生质疑解雇的正当性，门扉忽然洞开，成天衣着严肃，踱步进入，风度翩翩的旧模样不复见。成天展示了数份调查报告，指出楚生在任理事期间涉嫌挪用公司资金700亿，董事会对此震惊不已。楚生起立抗议，他反驳成天无权告发，只有股东才能指控他。成天宣布，他刚购入公司5000亿股份，正式成为公司股东。楚生怒不可遏，未料到自己竟被这位貌不惊人者设计。楚生紧急联系朱熹，并安排了一次私下会面，透露10年前他父亲之死是成天所为，并出示了成天曾穿衣物。成天在办公室中，黄会长对眼前出人意料的儿子表示欣喜，原本认定儿子终将碌碌无为。成天离开公司时，朱熹已在外等候。朱熹提出进行采访，但他别有用心，因为他渴望揭露真相，究竟成天是否是其父亲的真凶。老板给泰勇一张购物卡，吩咐他购买咖啡。成天即将告别公司时，泰勇才带着咖啡归来，因此遭到老板的训斥。成天旁观这一幕，内心自责，若非身份互换，受责者或是自己，泰勇并非正式职员，结果被老板直接解雇。泰勇本来是来寻找朱熹，将自己的晚餐放置于朱熹的工位。离开之际，他听到了公司同仁的谈话，朱熹邀成天共进晚餐，显然意图接近这位富二代继承人。两人此刻确实在共享晚餐。朱熹的意图很明确，他要查明父亲之死的真相。成天未做过多辩解，意识到一切疑点正指向自己。回想未曾与泰勇交换身份的日子，他对泰勇的清白深信不疑。朱熹未能接收到信息，起身便匆匆离去。夜晚，成天抵达父母店铺外，有意让黑帮头目带众人进店大肆购物。他曾试图直接给父母送钱，但他们坚决不收，简称非己之财不取。这大概是贫穷循环难以打破的原因。他在店外静观父母，直至他们收工。成天得知母亲渴望品尝烤肠，烤肠价格不菲，父亲决定马上带母亲去享用。次日，成天找到泰勇，一同前往餐馆，宣布已安排人接父母及姐姐，共同享受一顿家宴。成天出示一份合同，提议泰勇在此就职。泰勇却出人意料的拒绝，他不希望依赖成天的帮助，好奇成天的用意何在。他们正谈论间，成天误以为是保镖将人接至此地，然而开门一看，竟是父亲黄会长亲临。今日乃公司关键会议之日，成天却不顾而推迟。黄会长满腔怒火，亲自来寻成天，欲探究成天推迟会议的重要理由。就在此时，保镖也将家人接至。他们见到黄会长同在，茫然不解。昨晚成天得知母亲对烤肠的渴望，却因价格昂贵而迟疑不决，因此他抓住机会，将他们一一召集，准备宴请他们共餐。未料到黄会长亦驾到，现在他扮演的是自己父亲的角色。黄会长质问成天：“你明白自己现在的地位吗？这些贫困者有何不同，让你取消重要会议，宴请他们用餐？”姐姐忍无可忍，正欲开口，却被母亲制止。父亲则说：“我们虽贫穷，但贫穷不会传染。既然你我子女相交，大人们又何必干涉？”这顿饭局颇为尴尬。成天离去后，黄会长追问成天为何如此关照他们。成天未予以回答。黄会长难掩愤怒，他告诉成天，要想掌握公司，要成为富人，就不能心存怜悯。此时泰勇回到家，拿起心爱的画板，小心翼翼地将其珍藏。他发愤图强，是要致富，决心成为成天那样的人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如真发来的电话。如真现在气愤难平，因为成天近来亲近朱熹，对他漠不关心。记得成天被放逐至美国时，是他默默支持成天，他的期待是成天一旦得到黄会长的承认，便与他结为连理。但成天如今对他不闻不问，他决意让泰勇与成天交换身份。他掌握着成天的金钥匙，只需泰勇用此勺共进一餐，泰勇便能即刻与成天互换身份。不仅如此，泰勇还将继承成天所有记忆。如真邀约泰勇至餐厅，他迅速展示了成天的金钥匙，建议他用它进餐，并承诺饭后有惊喜相待。泰勇迟迟即刻准备用餐。这日朱熹造访他家，揭开了成天保险箱的秘密，内含的文件全与他父亲之死相关。成天突然收到如真发来的讯息，如真透露了成天的金钥匙秘密，即刻可与成天交换身份，还能继承其全部记忆。正当泰勇欲进餐之际，如真突然制止了他，嘱咐他今后远离朱熹。成天见状急忙采取行动，迅速将文件封锁，随后对朱熹透露，他父亲或许是楚生所害。话毕，成天匆匆离开。他接着拜访如真，如果继续与朱熹亲近，他们尚未察觉，此刻泰勇已经开始调查。在家中，他找到一本笔记本，记录着成天为交换身份前的思绪，记载了金勺之谜，提到只需用此勺在泰勇家用餐，便可与泰勇互换身份。泰勇兑现身份深感厌弃，因为觉得自己过于贫穷。他羡慕成天的富二代身份。泰勇回想自己何时学会钢琴演奏，且演奏得如此出色，却记不起学习的过程。他急忙去寻找成天，欲确认这一切是否真实。成天听到提及金钥匙，装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但泰勇拿出笔记本时，成天感到不安，他竟忘记了笔记本的事，因为那正是他所著。泰勇询问他是否有金钥匙，还问是否是从摊贩老妇人那购得。成天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此时，朱熹和如真出现，暗示泰勇是否失了智。
渴望富贵至极。如此奇异的事，真让人难以置信。他严厉地责备了泰勇，世间哪有这般奇迹？泰勇尴尬地告辞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深刻反思自己的虚荣心。忽然一根柱子滚了过来，远处传来老奶奶的声音。老奶奶的桌边，他对泰勇露出了微笑。泰勇立即购得那金汤匙，他现在100%确信自己曾是富二代，一定是成天利用金汤匙与他交换了生活。泰勇决定夺回自己的身份。泰勇告诉管家，他要成为韩国顶级富二代。那天他走进了成天的庄园，因为他负责配送蔬菜至成天家。配送完毕后，他目睹仆人和保镖用餐，他打算再次用餐一次。管家为他准备了食物，他取出那金汤匙，痛快的大快朵颐，金光从汤匙中闪现。随后他找到了成天，直呼其名。成天立刻感到慌张。泰勇向成天宣告，他也拥有了金汤匙，他决心取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成天急忙指示管家，未经他许可，不得让外人在家进食。然而成天未曾料到，管家是继母黄夫人的心腹，他直接向黄夫人汇报了一切。成天的布置早已不受黄夫人待见，黄夫人决心与成天作对。趁成天不在家时，黄夫人故意邀请泰勇过来，还为他准备了丰盛的佳肴。泰勇虽不明原因，却不会放弃这机遇。泰勇毫不犹豫地取出金汤匙，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吃特吃。用餐结束后，他便起身告别了这个地方。随即他从餐桌边缓步而去。当夜幕低垂，泰勇便向挚友倾诉未来的梦想。泰勇豪言壮语，自信满满地预言自己的财富之路。他承诺将为朋友安排一份待遇优厚的职位，并承诺将分赠朋友一笔可观的财富。听闻此言，朋友却以为他在纸上谈兵，不过是异想天开。与此同时，成天在另一端焦急地拨打着泰勇的电话。成天已经得知泰勇之前曾到自己家中品尝美食，事实上泰勇已不止一次前来共膳。成天心急如焚，若泰勇能再来一次用餐，他们两人的身份就能得到原本的重置。然而泰勇对成天的电话充耳不闻，漠然置之。成天感到万分焦虑，内心急切，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泰勇所在，不再等待。成天走进了那扇熟悉的大门，那曾是自己的家。泰勇的母亲并未意识到，突如其来的这位富家公子，竟然是自家遗世已久的骨肉。无知情的母亲依旧热情地为成天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成天环顾四周的家庭氛围，心中泛起涟漪。他开始追忆那些还未发生身份互换之前的温馨瞬间。正当成天准备坐下品尝饭菜之时，他忽然心血来潮，站立起身，随即向泰勇透露了自己的觉察。他询问泰勇是否愿意在明日再次光临，并提出一同共享晚餐的邀约。泰勇虽然对成天的动机一头雾水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他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。按照约定的日子，泰勇准时到达了约定之地。成天也不遗余力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飨宴，并且只是所有仆人撤离，以便两人独处。泰勇面无表情，保持着沉默。他从口袋中抽出了那把泛着金光的匙子，两人眼神交汇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了解对方的心思。成天深感此举正触及自己的软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鼓励泰勇尝试一口，探查是否能够实现身份的互换。成天尽力维持着外表的从容，尽管内心波澜起伏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泰勇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。成天不知泰勇已经暗中潜入自己的家中，对金汤匙进行了替换。成天目送着泰勇举起满载着食物的勺子，准备开始用餐。成天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得意的微笑。泰勇舀起了满勺的米饭，却迟疑不决，似乎难以下咽，然后把米饭又放了回去，直接就要离开这里。这一下成天彻底的慌了，他不明白泰勇为什么不吃，绝佳的时机，他究竟为何抉择放手？成天紧握他的手腕，邀请他共享晚餐。他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，情不自禁地挥出一拳。泰勇立刻站起反击，言毕便转身准备离去。成天怒火中烧，挣扎于自责与怒泰勇之间，内心混沌不已。泰勇扛起背包走了，思绪回到母亲的温柔，回忆父亲的深情，这份全新的感受，深信着爱无可取代，即使登顶世界富豪之巅，亦不愿意放手。成天独自在酒吧淹没苦涩，召唤如真倾听，泄露泰勇握有的金钥匙。然而泰勇选择了他贫穷的双亲。成天的生日迅速临近，泰勇同样迎来纪念日。见泰勇踏入自家门槛，诧异于其再次造访。泰勇原是来送来鲜菜。成天记起老妇人的遗言，在生日当天若遇亲生父母，命运将重返旧轨。成天急促泰勇离去。黄会长仍在屋内，泰勇对发生之事一头雾水。黄会长的声音戛然而至，踱步至二人面前，与泰勇亲切打招呼。成天困惑至极，怀疑老妪是否欺诈。外头忽传来声响，成天贫穷的父母到访。泰勇遗忘了一份，亲手送至此地。交付之后，便将物品递给成天。成天心神大乱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黄会长与泰勇相见之后，未能成功互换身份，身份意外恢复。泰勇重又成为富家子。成天身穿数千万豪装，聪言有事便急速离去，直奔老妪的摊位而去。成天意欲维持其阔少身份，但老妪已不在此地。在此时，泰勇被召入父亲的房间，恍惚间回归了本来身份，穷时的记忆一片空白。成天四处寻找老妪不见，紧急呼叫如真寻求解答，问如何才能恢复原身份。如真心中怒火难平，因被成天昨夜遗弃于酒店，转而与朱熹相见。与此同时，如真所言被潜伏的朱熹一字不漏的监听。他本对金勺之谜心存疑虑，猜疑成天与泰勇的身份互换。现在听闻成天与泰勇身份互换的事实，他踏足成天家中，试图验证真伪。偶遇成天之父，在开门那一刻，朱熹偶然窥见了密码，
那密码居然与泰永保险柜的一致。成天之父解释，这是家传多年的密码。朱熹慌忙逃离现场，现在对金勺之谜深信不疑。之后寻找到成天，将其带至海边深谈，告诉他生活不仅仅是金钱，无才亦有其生活之道。他坦诚已窥破金勺之秘，并确认了成天的真实身份。成天闻言愤然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海边。不久后，朱熹独自坐在海边沉思，深知一切皆为金钱所驱动。你依然如此温柔以待。朱熹没有言语，而是紧紧拥抱着成天，这拥抱便是他的答案。朱熹自学生时代起便倾慕成天，尽管成天家境贫寒，朱熹家境却颇为富裕。他的父亲强烈反对这段情感，朱熹却坚定不移地爱着成天。成天被深深打动，轻咬了朱熹一口。在炽烈的落日余晖中，二人互相轻咬。这时如真接到了泰永的来电，泰永恢复身份后，才得知与如真订了婚。他决绝地表示不会娶如真，向他坦白心属朱熹。如真此后不断尝试联系成天，希望能帮他和泰永互换身份，但成天此刻正忙碌，连电话都未曾接听。夜幕下，他守候于成天家门前，目睹朱熹送成天归来，见证两人在车内的轻咬。你是否想象过被爱人送回家，或是你送爱人回家，或者送挚友归家的情景？邀请你回忆过往，共同分享这份记忆。让我们回到正题。此刻在泰永家中，他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。那时所有人都疑心他杀害了朱熹的父亲。其后舅舅楚生主动向警局自首，声称罪行系他所为。但泰永心知肚明，杀害朱熹父亲的实为其父黄会长。事实上，楚生的自首也是黄会长的操纵。他揭露了泰永在美国时涉嫌多起枪击案件，而这些罪行实为楚生所犯。他将罪责推至幼时的泰永，由此泰永不得不长期服用精神药物。黄会长随后展示了当年楚生使用的枪支，并透露枪柄上还留有他的指纹。他向楚生提出了2个选项：在美国监狱终老，或是主动向韩国警方自首，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朱熹的父亲。楚生明智地选择了后者。在此时，黄会长抵达了某个地点，他同样拥有一把金色的汤匙，那是多年前一位摆摊的老妇人卖给他的。成天与朱熹对话之际，突然他又变回了黄泰永这位富二代。成天注意到时间，这才明白，原来他只与泰永互换了一整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又重新成了泰永。此时泰永在自家别墅困惑不解，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出现在此。同时墙上的照片也变回了成天的面孔。就在那一刻，成天返回，他向泰永解释，昨日他们仅仅互换了1日身份。就在两人对话时，黄会长走了进来，似乎他也是运用金汤匙改变命运者之一。这解释了泰永并非他亲生之子。自从成天初次手持金汤匙造访他家，他便明白了一切。现在成天又一次将身份交换回来，黄会长感到欣慰，认为成天与他志同道合。此刻成天的父亲也展示了一把金汤匙，这是成天所拥有的，其实是如真送给他的。他告诉成天的父亲，成天已经离开了他们，并说现在的儿子实际上是黄泰永。他促使成天的父亲用那个勺子进餐，以此来证明他所言非虚。父亲取出米饭，用那个汤匙尝试着吃了一口，那勺子随即散发出耀眼的金光。成天的回忆如洪流涌入他脑海，从最初与泰永互换身份的记忆，一直到目前的点点滴滴，他一一回顾了过去。父亲愤怒无比，明白了儿子因财产而离弃了家族。这时黄会长携手成天前往了青瓦台，还向他介绍了总统，并宣告将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成天继承。当晚他购买了昂贵的礼物，前往了他贫穷的家。此刻泰永与父母姐姐刚好回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成天在等着他们，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意外。成天试图将礼物送给父亲，但被断然拒绝。禽兽一直在帮助他。此刻朱熹走进了一家婚纱店，恰巧遇上了禽兽。他告诫不要去争夺泰永，他从学生时代起就钟情于如真，直至毕业，了解到如真钟情于泰永，他或许就是那种自知无望却还帮忙的情种，明白心上人不爱自己，却依然为他助攻追求所爱的人。朱熹找到了如真，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，也明白现在的泰永只是一个富二代。如真请求他不要争抢，但朱熹表示你需要的可能是富二代，而成天迟早会变回那个他熟悉的人。他们都还未意识到成天即将面临危机，因为楚生自首后，在狱中得知了消息，黄会长已将成天定为继承人。楚生怒不可遏，因为在自首时，黄会长曾承诺给他一部分股权，并承诺不久将助他脱离牢笼。但自入狱以来，黄会长对他置之不理，因此楚生越狱而出，他是要复仇。楚生终于找到成天，直接递给他一瓶药物，接着抽出利刃，意图结束成天的生命。危机关头，成天的父亲赶到现场，为儿子挡下了致命一击。楚生疯狂地刺伤了他数次，随即逃离了现场。成天急忙扶起了父亲，成天的生父气绝身亡，这或许是他命运转折的沉重代价。楚生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尽管黄夫人知晓他的罪行，依旧选择庇护他。成天怒火中烧地回到家中，誓言要为父复仇，取楚生性命。楚生手持刀具，在家中搜寻黄会长。成天突然出现，拦截楚生，两人激烈扭斗起来，一枪直指楚生。原来是黄会长亲临现场，手下将成天带离了战场，而黄会长却放下了武器，故作转身背对着楚生。楚生抓住机会夺过了枪，随即瞄准了黄会长，但黄道贤却丝毫不惧，因为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他深知楚生不会扣动扳机。黄道贤还向楚生揭露，他的生母正是自己的姐姐黄夫人。楚生持枪质问姐姐，询问事实的真相。现在的楚生已精神错乱，他一直未知自己的生母身份，对此感到强烈的憎恨。得知自己的姐姐就是亲生母亲，楚生一时难以接受，最终他自行了断。数日后，成天的生父被安葬，成天出席了葬礼，为父亲献上了24拜。父亲为了救他而牺牲。葬礼结束之际，成天将泰勇的金汤匙归还，真挚地向他道歉，询问是否想要重拾旧身份。成天却表示自己已无权后悔，因为父亲不在了。成天回到公司，审查文件时揭露，黄道贤计划关闭若干工厂，并将业务迁至海外，此举将剥夺国内工人的工资，节省下一大笔资金，同时利用成本更低的外国劳动力。成天拒绝采纳黄道贤的策略，他决定坚守国内市场，不愿牺牲工厂主人的利益。黄道贤质问成天的决定，成天宣称做人须有良知，黄道贤则劝他，想要成为富翁，必须放弃家庭，称这些都是阻碍。言毕，他便离去。朱熹和成天在归途中意外遭遇泰勇，看见他被两人拖拽，二人立即停车施救。成天的保镖出手迅猛，迅速制服了2名袭击者，但袭击者最终逃脱。成天近期正调查亲父之事，这两人似乎一直尾随，可能是黄道贤派来的。成天很快领悟，因泰勇的亲父与黄道贤是挚友，二人年岁相仿，联想到泰勇并非黄道贤之子，成天顿悟，黄道贤也曾使用过金汤匙，很可能曾与泰勇的父亲交换过，然后害死了泰勇的亲父。成天回到公司，决意与黄道贤共赴黄泉。他整理出公司所有违法的证据，随后约黄道贤至一处无人之地。成天直截了当地挑战了他，质疑其是否身份冒充，向成天坦诚真相大白。成天终于揭开了真相，自你出至我家，金汤匙在握，我便察觉我们性情相投，同怀璀璨财富之梦，共拥成为富豪的渴望。然而你我之间存一致命差异，此点差异决定了你富豪梦碎，你仍旧守着愚昧的良知不放。成天直问其真相，关于朱熹及泰勇之父的命运，贤以轻笑掩饰其罪行，指成天故作不知。贤提出再给成天机会，期望他继续扮演儿子角色，但成天毅然决绝地拒绝了，表明已将不法证据提交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急速赶至现场，意外的，他们的目标并非黄道贤，出乎意料地是来逮捕成天的。贤声称成天的证据早被拦截，并且将朱熹父亲之死归咎于成天。警方伸手将成天带走之时，成天抓住时机，迅速逃脱了。在黄道贤的陷阱之后，成天与随从抵达一座博物馆，因为他知晓那里藏有关键之物。成天寻见馆主，请求借用之，得知金汤匙背后的神奇规则，只要用此金汤匙进食，便能夺取他人的记忆为己有。成天用贤之汤匙品尝了饺子，贤的记忆如洪流般涌入其脑海。此刻泰勇与朱熹正寻找关键之物，一块装有黄道贤罪证的硬盘。朱熹接到线索，得知硬盘位置，他匆忙赶往公司，希望找到线索。只见硬盘内存着黄道贤的罪行录像，这是朱熹父亲留下的关键证据。贤为了寻得此硬盘，不惜亲手了结朱熹的父亲，随后将罪名附会于泰勇之身。泰勇坚定表示必须去报警，然而一位同事示警，认为报警无济于事，坚称黄道贤并非等闲之辈。于是朱熹巧思妙计，策划新的行动。他联系到了网红如真，如真目前在网红界享有盛名，他的直播间常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，一听到能助成天一臂之力，如真便在直播期间大胆播出了黄道贤的杀人视频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成天终于找到黄道贤，强硬的要求他前去自首，坚称已经全面掌握了他的杀人证据。成天甚至将黄道贤的秘密资金捐献出去，黄道贤对这些金钱毫不在意。言罢，他突然动手勒住成天的喉咙。黄道贤是要清除一切对他构成威胁的人。成天巧妙地装作晕厥状态，随即趁其不备，用铁块猛击黄道贤。此刻的成天怒火中烧，关键时刻泰勇出现，他及时阻止了成天的行动，同时断言黄道贤此次无法逃脱。不多时，警车鸣笛而至，黄道贤企图逃离，却被黄夫人挡在门外。黄夫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因黄道贤导致他儿子之死。不久，警方赶到现场，他们将黄道贤带走逮捕，同时也将成天拘捕，因为他尚未洗清涉嫌杀害罗会长的嫌疑。成天的保镖找到了关键凶器，这成为黄道贤犯罪的铁证。借此，成天最终洗脱了罪名。此时，黄道贤在狱中依然泰然自若，他冷静地吩咐律师，只是要对成天进行终结。随着剧情的转换，成天重返自己的家中，家中的仆人已备好了一杯果汁，其中悄悄掺入了神秘药物。仆人将这杯果汁递交给了成天，成天没有过多思考，便直接饮下了那杯果汁。黄夫人到访成天的房间，他轻轻敲门，却杳无回音。黄夫人推门一探究竟，震惊至极，庞佛被惊恐击垮。此刻，朱熹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成天。紧接着，救护车的声音划破了宁静。朱熹突然感到事态不妙，救护人员将成天的遗体缓缓移出。谁也没预料到他会如此突然离世。出人意料的，黄道贤获释了。原来，自从他被关进监狱，已经被黄夫人暗中施以毒计，他的商业帝国现在归了黄夫人所有。黄道贤被他带回家中，黄夫人计划着对他进行长期的折磨，且在每一餐饭中都暗中掺入药物。他还向黄道贤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，说出楚生实则是要汉之子的真相。听此，黄道贤眼中泪水涌动，因为要汉正是他的真实身份。
他曾在过去与黄道贤交换了身份，换言之，楚生竟是他的亲骨肉。他不幸害死了楚生，亲手结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，但现在悔恨已为时过晚。与此同时，朱熹抵达了海边，一位男士向他走来，那人正是程天。原来他并未真的失去，似乎也曾购得一把金汤匙，他用那金汤匙享用了晚餐，与程天互换了身份。换身的人刚刚融入新角色，便饮下了那杯毒药。